爸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傅太太问公公。傅董放下了筷子，拿出自己的手机，打开了相册，找到他爷孙俩和周扬的合影照。他将手机递给儿媳妇，指着周扬问儿媳妇，这个年轻人怎么样？傅太太看到周扬的相片，眼睛都亮了。她笑道，爸，这个男人是谁？他和阿宁站在一起，如同天设地造的一对儿，很是般配。他看上去很是正气，气度不凡，肯定是个优秀的人。自是优秀的，他是战家当家太太的外甥，他妈是江城凤氏家族的家主，他后爸是管城陆氏集团的老板。我和阿宁这次出差就是和陆氏集团合作，现在陆氏集团交给他打理了。他叫周扬，他除了打理陆氏集团，还有属于他自己的公司，是个非常优秀的男人，又温润如玉，与他相处感受特别好。阿宁跟他相处融洽，他和阿宁的确很般配，这就是我给阿宁相中的男人。但阿宁都拒绝了。闻言，傅太太笑容一僵，这么好的男人，阿宁都拒绝，他想要什么样的？这个叫周扬的瞧着和阿宁真的很般配啊，又是爸看中的。在哥哥和公公之间，傅太太更相信公公的眼光，公公绝对是为了阿宁好，为阿宁考虑。傅董叹着气说道，是呀，周总这么好的男人，阿宁都拒绝。我还看中了战家的大少爷，战家是管城的首富，千亿豪门，家风好。他们家的男人呀，是真的感情专一，一生一世一双人的家风特别好，多少女孩子做梦都想嫁入战家，就那么好的家庭，阿宁都不愿意。战家大少爷比他小1-2岁，他说不喜欢姐弟恋。其实战家大少爷成熟稳重，并不比周总差，周总就比阿宁大1-2岁。傅太太愣住，她闺女的眼睛长在头顶上吗？公公看中的优质男，闺女居然都不喜欢。管城战家的好家风就是隔得那么远。傅太太也略有耳闻的，她听说战家的好家风后，心里想过，如果女儿能找到一个像战家男儿那么好的男人，她就算是死也能瞑目了。爸，阿宁到底喜欢什么样的？她说她不想嫁人，也不想招男人上门，她去做是管生2个孩子就行。刚才极力推荐0号的傅舅舅，老脸都悄悄涨红，外甥女居然是那样的想法。亲家爷爷给阿宁挑中的男人，比0号不知道优秀了多少倍，阿宁都不喜欢。他的计划是做试管婴儿生娃，只要孩子不要老公。阿宁舅舅，我知道你们都关心阿宁，希望阿宁找到幸福，可那孩子是个有主见的，他决定的是9头牛都拉不回来。傅董叹着气，一脸无奈的样子，对大家说道，我也无法说服他，随他吧，只要他肯生娃，让我傅家不至于后继无人就行，其他的随他吧，他想过什么样的日子就过什么样的日子，我老了管不动他。众人面面相视后，又都讪讪的笑，不好再说什么。吃饭大家夹菜吃呀，家常便饭，大家不要嫌弃哈。傅董招呼着大家吃菜，大家陪着笑脸换了个话题。这顿饭他们吃的不是滋味。X 省的 A 市，欧阳家。饭后，苏猛陪着贝贝在院子里散步，很快战旭就从屋里冲出来，追上了2人，然后往2人中间一钻，成功的将2个人隔开。姐，战旭一把挽上了贝贝的手臂，对贝贝说道，姐以后想散步尽管跟我说，我陪姐姐散步。又扭头对苏猛说道，猛哥，你来挺久的了，该回去了，不要老是请假，小心我大哥炒你鱿鱼。苏猛走到贝贝的另一边，这样贝贝夹在中间。我也没有来几天啊，15，你就要赶我回去了吗？你大哥不会炒我鱿鱼的，我也不怕你大哥炒我鱿鱼，鱿鱼其实挺不错的。
战旭哑口，的确，大哥是不会炒苏猛鱿鱼的。猛哥很厉害，能帮到大哥不少忙。跟大哥又是一起长大的，他们是发小，是好兄弟。苏家与战家又是世交，他大哥真让苏猛离开战氏集团的话，苏家长辈还要感激大哥呢，因为那样苏猛就要回家继承家业。讨厌，猛哥咋这么优秀的？猛哥家里也很强大。好一会儿，战旭才说道：“猛哥是大人了，要多赚钱才行，工作更重要。我觉得陪你姐姐更重要一点。钱吗？什么时候赚都可以，而且我又不差钱。我家里别的东西不多，钱却很多。我和我弟躺平的话，都够我兄弟俩躺平3世。完了完了，大哥叫他要看好姐姐，不要被猛哥抢走。”战旭觉得自己守不住了，贝贝好笑地点一下堂弟的额头，15，姐永远都是你的姐，你猛哥不会和你抢姐姐的，你们不要一个两个都怕他抢走姐。战旭嘟着嘴，猛哥就是想抢走姐姐，猛哥总爱跟着姐姐，姐去哪里他就去哪里看，姐过来还没有几天呢，他就跟过来了。我那么多的兄弟，只有一个姐，平时我想和姐姐玩，都得和哥哥弟弟争一下，猛哥还加进来，又多一个人争的。战旭不是讨厌苏猛，只要苏猛不抢他的姐姐，他还是很喜欢跟着猛哥玩的。猛哥会玩，他们这些小的，都喜欢跟猛哥玩。小19也要过来了，小19一过来，他就成了姐姐身上的挂件。贝贝失笑，小19过来了，你有伴玩不好吗？姐也就再陪你们玩几天，姐就要去上班了，她要去风尘集团上班。哥哥们都说她去风尘集团还不如留在自家公司，又说离家远，他们想照顾她都鞭长莫及。更怕的是君家的男儿会肖想他们唯一的妹妹。君家有几个少爷的年纪和贝贝差不多的，2家结亲家是长辈们最希望的事。对了，可以让苏猛跟过去啊，他们再不乐意，心里是认可苏猛的，让苏猛跟过去，就不用担心别人肖想贝贝了，还能保护贝贝。姐姐，你一定要去上班吗？你不是还要读书的吗？战旭舍不得地说道，姐去上班了，就没空过来看我们了，我想姐姐怎么办？等我们寒暑假回家，姐姐都不在家里，姐姐就算要上班，也可以在我们家的公司上班的呀，叫我妈给你安排一份轻松又薪水高的工作。战旭越想越觉得可行，那样姐姐就留在这边上班，他每周放学回家都能看到姐姐，不用像以前那样只能视频，或者等到过年的时候见上2面。贝贝笑道，姐姐可以边上班边继续深造的，想姐姐了可以视频通话，过年的时候姐姐肯定会回家过年。她只想要一份轻松又工资高的工作，开了口多的是人给她安排，但她不想要那种工作，她要自己找。当然她也看重环境及上升的空间，风尘集团是君家的公司，环境好，上升空间也大。虽说君家和战家私交极好，君家五爷还是他表姨丈，但风尘集团现在的当家人是君妍，妍姐在生意上最讲规矩，不讲情，哪怕是贝贝过去上班，若是适应不了，能力不行，也会被解雇的，不会像其他人那样宠着贝贝。贝贝就是考虑到这一点才决定去风尘集团上班。在管城的话，哪怕他不进自家公司，但他那么多的哥哥在管城，长辈也都在，他们只要透露点风声出去，哪家公司敢给他派活，他就等于是公司养的一条米虫。这跟贝贝的想法不一样，在其他城市工作，他的家人也会打招呼，唯有在风尘集团，君妍不会给他面子，要他用实力说话，他才能像个正常人那样工作，积累经验。等他积累了经验，就可以自己出来单干。
当老板，不指望像战氏集团那样的规模，能稳定发展，他的公司就成功的了。战氏集团有今天这样的规模，这般的强大，那是战家好几代人积攒的底蕴。视频通话不能和姐姐一起玩呀。苏猛说你都要上初中了，还那么爱黏着你姐姐，你姐姐要上班，还要继续深造，哪能一起陪着你们小家伙们玩？小19黏着贝贝就算了，连15都黏着。战旭哼着，猛哥有嘴说我们，没有嘴说自己最黏着我姐的人，除了19就是猛哥了。苏猛看着贝贝眼里的情愫显而易见，他说道，我和你姐的感情不一样吗？他不粘得紧一点，贝贝分分钟就会被人抢走。配得上贝贝的男人不止他苏猛一个的，不说别人，就是程一老想拐贝贝回家当儿媳妇呢。得亏君飞对贝贝没有男女之情，否则他会有一个很厉害的情敌，头都会大。现在让苏猛最头痛的是这些大舅哥和小舅子。姐，你以后不要嫁给猛哥好不好？战旭摇晃着贝贝的手臂，等我长大了，我给姐姐找一个比猛哥更好的男朋友。贝贝笑道，可是姐姐和猛哥从小认识，一起长大的青梅竹马，感情最是深厚，别人是比不了的，怎么办？他知道苏猛对他的感情，他并不讨厌苏猛，男女之情现在也不算深，但他们青梅竹马，两小无猜，这份感情让贝贝愿意跟苏猛过一辈子。苏猛是真的将他放在心尖上，他更知道放眼整个管城，敢娶他的男人除了苏猛还真找不出第二个，主要是他兄弟太多了，谁都知道他是长辈们的逆鳞，也是他兄弟们的逆鳞，谁敢触犯他？是找死都不用长辈出手，他的兄弟轮番出手，就能让对方死得很难看。大家族几代里只有一个女儿，那个女儿会很幸福，因为从小到大都被爱包围着，但恋爱结婚就很考验他另一半的心理承受能力。战家是千亿豪门，她这个唯一的千金小姐要嫁人必定要门当户对的，远嫁也不行，招婿上门又不需要。战家那么多的男丁，哪里需要招婿上门呀？还要门当户对，在管城与战家门当户对的就那么几家人，商家跟战家是亲戚关系，陆家又是他大姨的婆家，陆家的孩子除了他大姨生的，其他的都比他大10几岁，不可能，也就苏家的孩子比他大几岁，一起玩大的两家是世交，又门当户对，所以苏猛是最适合的。看透了，贝贝便能接受苏猛，况且苏猛看得紧他身边的年轻男性，除了亲朋戚友就没有人能接近他的。苏猛这个护花使者一直护着他，也盯着他，有爱慕者向他表白，很快就会被苏猛打败。有些只要知道贝贝有18个兄弟，自己都打退堂鼓了。贝贝读大学的时候，曾经有个男生想追求他，就是知道他有18个兄弟，那个男生就不敢有动作了，背地里和别人说18个兄弟呢，逢年过节回娘家走亲戚，给18个兄弟买节礼，哪怕是一家1箱牛奶，都需要18箱，条件好的还好说，条件不好的都不敢回娘家呢，送不起节礼。对方是不知道贝贝是千亿豪门的千金，他用他的角度来看待娶贝贝的成本很吓人，那样的话传到贝贝的耳里，贝贝哭笑不得，心里也明白很多人是被他的18个兄弟吓退的。很多时候那些爱慕者都不用苏猛出手，只要贝贝的那些哥哥弟弟一起过来接一次他放学，爱慕者就转移目标了，对他的喜欢都不够牢固。他们想到的是以后回娘家要送的节礼狠，想到的是若和贝贝在一起，连大声说他一句都不敢。但贝贝受点委屈，娘家兄弟浩浩荡荡杀过来，婆家人能吓尿，
苏猛直接戳了战旭的头，15，当着我的面说我坏话是吧？告诉你，你的姐夫我当定了，你喜欢不喜欢都只能认命。他守了贝贝20年，谁都别想从他手里抢走贝贝。未来的小舅子居然想阻拦他和贝贝，简直是异想开开，哈哈。他当战旭的姐夫是当定了啦。战旭摸着被戳的头，吐槽地道：猛哥都不哄我的，哄我开心了，我现在就叫你姐夫都可以。